北京风俗图谱》，一般民俗学家都知道这本书。青木正儿他是上个世纪初到北京来的，他到中国来了2次，都跟留学有关系。第2次是1926年，他觉得北京的风俗在他2次来的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，迅速的发生了变化。北京的城市西化，原来的传统的民俗迅速的消失，他觉得有点应该要挽留它，所以他请当时的画工把这些东西画下来。这件事情实际我们当时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做，他对中国的文化不仅热爱，还有一种情怀。画了有100多幅，存到东京的一个大学里面。后来内田就出头，就把这个东西写了一个解说，就把它出版了。第一个是岁时，岁时就是一年4季的中国的节日节气。第1幅画就是门神，那里边画了3组人，3组人都是拜年。普通人怎么拜年？小孩跟大人怎么拜年？邻里之间怎么拜年？当时中国人拜年的姿势，他都记下来了。清明要折柳枝插柳，这是中国的一个古俗，因为春天来了，柳树是一个最容易活的植物。他带着孩子出去折一枝柳树，插在泥里边，那个柳就能长起来。折完柳以后，他的习惯就是要折几颗柳枝盘起来戴在头上，就带一点这种大自然的生气、吉祥春意回来。过去这个商店它是讲究幌子的，硬牌呢都是木头的牌匾，刻字的，软牌子是布的，风一吹它动的。还有各式各样的灯笼，底下带流苏带穗子，所以一条街走上去特别好看。这是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的很大特点。我很不赞成现在有很多城市非常简单的把所有的广告整齐划一，360行是吧？街头的摆摊的各式各样的小贩，他这些都画了。早晨起来卖早点那时候开始，一直到晚上这一天，他是有时间的，什么钟点卖什么，什么钟点吆喝什么。只要你吆喝声一来，这个吃的东西就到了。还有比如说修鞋的，什么磨剪子磨刀的，这个跟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。19世纪、20世纪，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大家，其中青木正儿是很重要的一个。但我喜欢这个人，是因为他对中国食品有特殊的兴趣，是一个有文人趣味的外国学者。其实用图像来表现风俗，清代中期的太平风俗就开始，360行这样的风俗的图画很多。一般的360行没有特定的背景的。今天这本书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是，它等于把360行的这个绘画的传统和风土记、岁时记合在一起，具体到一个场面、一个场景。这里面有场店、什刹海、白云观等等，呈现出来的那个事项风俗更加全面。因为这个人日后是以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出名的，所以他第8选的这些作品，京剧的各个场面，因为我们看到的、我用到的图像资料都没有这里的好，还有各种唱大鼓的、莲花落的，还有傀儡戏的，还有耍狮子的、耍猴子的等等，这里面都有非常好的呈现。青木正儿说他不断的提要求，而画工的话要求根据编辑者的任务把它做出来。虽然他只是编图，只是策划，但更像是一个导演。这是一个有文采、有想象力，而且有艺术修养，甚至
对中华民屋有特殊兴趣的。为什么我对青木教人比较有兴趣呢？就是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，我当时城市要拆，尤其老城要全拆，我就是自己卖了很多画，然后请了大批的摄影家，所以我要把老城全部拍下来。直到后来我做传统村落的保护，比如我们做的民间文化非遗的保护，也是眼看那东西就没了，所以我们当时要挽留它。我觉得一个城市怎么样保护这个城市的一个自己的特色、传统的一些生活形态，跟现代生活的要求互不排斥的，特别值得研究。北京风俗图谱让我们温习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生活的方式，他们生活的情感。